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珍杰西卡这个频道。今天看到 Bruce 就知道是一个久违的聊天节目了。其实呢，最近我还收到蛮多留言呢，都让我来谈谈一些个人成长啊，以及一些生活的分享等等。确实好久没有做了。最主要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有点担心啊，会不会给人一种说教味十足，或者说爹味十足的感觉，又或者有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焦虑呢？所以我就一直没有下决心做这方面话题的分享。那么今天正好碰到年底年初的时候，我觉得是时候可以做一个总结。那今天就来分享4个我过去1年蛮大的改变，抛砖引玉吧。如果能够启发到有缘的朋友，我也会非常的开心。我是小珍杰西卡，记得订阅这个频道，也请大家多多点赞和留言。我也开通了 Facebook 的私密群啊，在里面呢，我会分享我的同款最新最好的折扣，以及一些相关造型的贴士，可能还会有些生活类的分享啊。我也会把链接呢放到 YouTube 的描述框里面，欢迎你来玩。那我们就开始了。我记下来了，第一大类呢，就是给自己做减法。其实这种说法呢，我之前也听说过，尤其是说年纪越大越需要给自己做减法。但是呢，在我身上好像是不存在的，因为我天生就是一个喜欢做很多事情的人，希望能够得到更多更好的结果。现在时髦话来说，就是很会自己卷自己的人，那就是我。但是呢，2024年上半年发生了一件蛮大的事情哦，让我痛下决心给自己做减法。事情是这样的，我呢其实一直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就是想做一个自己的品牌。为什么呢？一方面是因为我身边就有好几个女性朋友在做得特别的好，我也很羡慕。第二呢，是我看到其他很多博主也都有自己的品牌。那大家都知道嘛，博主这个行业就是青春饭啦，不是说我青春，我也已经是中老年人了。我做博主的日子就会比别人更加的短。很多博主呢都会转型做自己的品牌，可以延长自己的职业生涯。考虑到我的年纪挺大的，我是不是也要做这样的事情啊？但是我一直没有下定决心，直到2024年上半年，我觉得不要再拖了吧，开始吧。我就开始联系设计师，联系工厂，开始打样啊，等等等等。然后从此呢，我的噩梦就开始了。整个过程非常的不顺利啊，给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烦恼。换句话说，我还没有正式启动这个项目呢，我已经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而且有可能会有一些法律的风险，还联系了不同的律师进行咨询，特别的烦躁。因为我本来就是个蛮容易焦虑的人哦，尤其对那些我无法控制的事情，所以我以前打工的时候就会经常的焦虑。那现在我因为自己给自己上班嘛，大部分的事情都是我可以自己 in charge， 都可以控制，相对来讲就不会压力特别的大。但是呢，2024年上半年这一段经历让我感觉，天哪，我是不是又回到了以前打工的日子？怎么这么的焦虑？我就跟自己讲，这个事情不行啊，我得先停下来，仔细想一想，到底要不要做，为什么做？我就停了下来，仔细思索了。首先第一吧，我觉得做这件事情，其实我并没有太大的驱动力。我更大的驱动力，或者是我更大的原因呢，是因为别人都在做，我不做，会不会我就被落下了？其实是出于那种 FOMO 的心态。第二呢，就是我的脾气其实还是蛮生硬的，并不是很适合跟工厂打交道。但是呢，在创业初期，你也不可能有钱去找人帮你做这个事情，你都得自己来。但我真的很不喜欢，我也不擅长做这件事情。第三呢，是因为这2年我做自己的老板之后，压力值也很小，因为大部分事情我都可以自己掌控，客户我也可以自己选。但是呢，当你要做自己品牌的时候，哇，这个压力可是指数级的爆炸，好吗？其他不说，光想想以后要备货库存的压力，我就一个头比5个头都要大。思来想去吧，我就觉得到了我这个年纪哦，其实没必要勉强自己了，还是要学着给自己的生活做点减法，适当放弃一些东西。没有必要因为别人做，我自己也要做嘛。简单一点的生活，把时间和精力放到自己喜欢又自己擅长的事情上面，那会开心很多啊。所以呢，我就痛下决心哦，把这个还没有正式开始的项目给咔掉了。尤其呢，在2024年下半年又发生了一些其他的改变，更进一步的坚定了当初的这个想法。是时间要给自己的生活工作做一点减法了，回归到自己的初心，没有必要什么都想要啊，对不对？那第二个比较大的改变呢，就是我有认真对待投资，而且呢也能够看到蛮好蛮正面的效果。接下来这一段呢，都是我的一些个人经历哦，
不构成投资建议啊，尤其是美国比较专属的一些投资的事情。如果说你不想看这部分呢，完全可以拉到后面。关于这个投资方面的一些分享，我之前也说过，我在7、8年之前就买过 mutual fund， 这2年也买了一些 ETF， 但是我都比较佛系啦，没有特别认真的对待，也没有纪律性，想起来了买，没想起来就忘记了那种。还有我养老金账户的钱，我也没有去动它。虽然说我之前的投资是比较随意的，但是呢，我每年都会花点时间看看我自己财富的一个构成，还有一个总体的金额。在2024年下半年的时候呢，我拉了一下数字，发现哇，这个数字好像比我想的要好一些，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我仔细一看发现我7、8年前买的 mutual fund 经过复利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增长，哇，这个金额让我有一点不能够相信。因为其实我很早就听说过复利是很厉害的，但是我没有真正的实践过，也没有真正的计算过，但这次我是看到了，而且我还上网去找了一个复利的计算，英文叫 compound calculator， 大家可以去算一下，你就会发现哇，真的复利的力量是很惊人的。从那一次开始，我就在想，哇，我得好好认真的对待这件事情，养老就指望它了。但是呢，问题来了，因为我之前的一些投资的知识呢，差不多是7、8年前学的，现在都有一些忘记了，而且是不是应该与时俱进一下？所以呢，我就买了一些投资理财的书，然后订阅了一些博主，包括英文的博主和在美国生活很久的一些华人的理财博主，再看了一些播客啊，或者是 YouTube 啊等等，重新再 refresh 一下我的知识，又学习了一些新的东西。真的收获蛮大的，所以呢，我也结合自己的一些经验教训，以及我比较容易焦虑的性格，我就决定了自己的投资方式，就是大道至简，只买不卖，专注于指数投资。当然，我说的只是我的个人想法，可能只适合于我自己，它的收益率也不会特别的高啊。但是呢，能够跟大盘持平，我已经很开心了。如果说有能力的朋友，心态比较好的朋友，完全可以采取更 aggressive 的方法。那我相信你投资的盈利能力应该可以跑赢大盘的，但这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你要认真去对待这件事情，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要有纪律性。而且你想想，现在这些钱看上去可能还可以把这个金额，但是放到30年之后，等你要养老的时候，这点钱如果你不去好好的投资它，就贬值了。早一点投资理财，一定是对你的生活是很有帮助的。然后我过去的2个月就忙着 rebalance 我账户里面的 mutual fund， 同时呢，我的养老账户里面的钱好久都没有动它，不敢动，不知道怎么动这次呢，也是受到了一些财经书籍和财经博主的启发下定决心去处理了账户里面的钱然后发现其实没有我想的那么难当然了，说到这里呢，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哇，好多这种理财方面的知识都是英文的，如果我英文没有那么好怎么办？没关系的，我的英文也没有那么好，很多时候我也看不懂。现在有 ChatGPT 我经常就是让他用中文来回答我的问题你多看看就懂了，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难，重点是要好好的对待这件事情，越早投资理财，你的收益就会越大。相信我，过10年之后你会感谢我的。都看到这里了，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郑杰西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我也开通了 Facebook 私密群，我也会把链接呢放到 YouTube 的信息栏里面，在里面呢我会分享我的同款防止断货，同时还有最新最好的折扣，以及一些相关搭配还有生活类的一些小技巧等你来玩。好，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说。第3个比较大的改变呢，就是关于花钱方面和很多其他的理财博主不一样，他们呢会推荐你尽可能的多储蓄，这样你的钱呢通过复利钱生钱就能够很快的财务自由。但这不是我的生活方式了，可能我已经受够了那种凑合一下吧，忍一忍吧，为了更美好的未来那种生活。我不想再节衣缩食了，我想过能让我开心的生活，该花的钱我觉得就是要花的。但是呢，我在2024年花钱的品类上面呢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以前呢我还会去买奢侈品大牌，那2024年我买的很少，尤其下半年好像都没有买过。但我把钱呢花在了其他不同的方面。第一大类呢就是看各种各样的演出，而且每次都是买最好的票，因为去都去了，对吧？如果你买得很远，根本看不到还不如回家看电视。所以我每一次都是挑前5排中间的位置去买的。那我最近呢就去看了 Christmas Spectacular， 在 Radio City 那里，就是著名的火箭舞女郎，好好看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胡桃夹子的芭蕾舞剧，这2个剧呢，听说是纽约人在圣诞季最喜欢看的2个剧。我已经来纽约快5年了，我都没有看过，所以今年全部都补上了。还有我最新买的是2025年6月份，我要飞到 DC 去看心心念念的《悲惨世界》，因为我很喜欢《悲惨世界》这个音乐剧，它是法语的嘛。那个时候呢，我正好在法国公司上班，也会说一点法语，所以就很迷恋。不过很可惜呢，那时候我在上海，不舍得去买他们的门票，我就在门口等退票。那时候他们巡演到上海去了，最后也没有等到，所以就这个遗憾一直留到了今天。前2天呢，我发现他们2025年是40周年，会有世界巡演，包括美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纽约。后来我就在想，要不要再等等啊？再等2年，他们一定会来纽约的。再后来我一想，等什么呢？机票、酒店是挺贵的，票子也挺贵的，但是什么都比不上你的精力更重要的。你已经想看这么多年了，这个钱是值得的，所以我就迅速订了6月份去 DC 看的这个最好的位置的票，特别的开心。等我看完也会跟大家来汇报的。我觉得这个钱真的花得太爽了。第2大类花钱呢，就是花钱买服务了。我刚刚搬到我这个新家的时候，当时我的邻居就给我推荐了一个打扫卫生的阿姨，人特别好，其实收费也没有那么贵，但还是蛮贵的。所以刚开始几个月，我其实蛮心疼的这点钱，我就在想，这么小的房子，我完全可以自己打扫，还要找阿姨，我太 guilty 了。这点钱如果存下来，然后再通过复利的力量，哇，就可以有很多钱啊！但后来我又转念一想哦，其实我很讨厌打扫卫生，而且我不擅长打扫卫生，每次都弄得不干净。我觉得吧，这个钱我还是愿意花了去买好的服务，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花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面啊，这样也是个蛮好的正循环，不是吗？我情愿少买2个包，比如说一个爱马仕，哇，我可以请10年阿姨都不止。那相比之下，我情愿花钱买服务了。这只是我的一些个人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个钱不能省。那第3个方面呢，就是我开始花钱买纸质书了。我已经很久没有买书了。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纸质书非常的贵，第2呢，因为我以前经常跨国搬家嘛，这些书都不方便。第3是因为有一些工具类的书，在想，哇，网上什么东西没有啊？什么知识学不到，我还要花钱去买工具类书，有病吧？但是今年呢，我痛下决心，花了点钱买了很多的纸质书。比如说我前面提到的关于投资的纸质书，我其实买完还有点后悔呢。我还在想，我是不是又浪费钱了？其实这个知识我网上可以学到的呀。但是事实证明啊，当你一本书看完，它是有逻辑的在阐述一些观点和一些操作技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有些东西确实是你通过上网可能比较零散的学习的时候是会疏忽的，但是通过它帮你整个一梳理，有些东西你就会想起来。比如说我养老金账户就是的，以前就是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不愿意去做，但是它书里面写了之后，我就在想，哦，其实原来不是那么难。然后我再上网再学习了一下，然后呢，正式采取了行动。真的要感谢这本书，之后我如果赚钱的话，一定要写邮件给这本书的作者，真的太感谢他了。所以看书还是很有用的。那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以前呢是只爱看小说，但现在呢这1-2年我特别爱看的书是政治经济以及历史，但是有很多书都是中国学者写的嘛，在美国呢一方面买不到，第2是真的太贵了。所以呢我就想到2个方法，第一呢，其实台湾买书很方便，不是很贵，而且呢物流又快，物流费也不是很贵。第2个方法就是我在京东买书了，然后呢比如说像我买了10本，然后统一放在一起集运过来，就时间比较长，但是集运的运费还蛮便宜的。我买了有10本，2个月的时间，可能70多美金就可以买到，真的超划算的。哇，这些书我每次看到就觉得心情很好，而且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人出厂设置的原因啊，我确实发现你摸着书闻着书的味道看书效率就是要比看 Kindle 要高很多，因为我以前都是看 Kindle 的嘛，而且 Kindle 有的时候翻页特别不方便，比如说我看到后面我就突然想起来前面说了些什么，但是我再翻回去的话 Kindle 实在是太困难了，但是纸质书是不一样的。所以2025年我估计会花更多钱去买书，但我觉得这个钱花得很值得，很开心。第4个改变呢，就是心态变得更加积极了。熟悉我的朋友就知道，我是一个天生就蛮负面的人，很 negative。我一个好朋友总结过我说，我总是能在一堆事情里面找出最负面的一点，然后把它无限放大，说的就是我。
但是有可能自己慢慢阅历上去了，再加上美国人还是蛮乐观的，我也受到一些影响，所以这2年呢，我也会尽可能的去多看看杯子满的那一半，而不是只关注杯子空的那一半。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妈，她每天晚上都会跟我打电话，然后呢翻来覆去都说同样的事情，声音又很大，有的时候呢我听了就很烦躁，我有时候很忙嘛，然后我就会回怼嘛，回怼之后就会吵起来，就会不欢而散，挺不开心的。但今年呢，我记得某一天，我突然就在想，哎呀，如果我换个角度看这件事情就不一样了。他声音这么大，说明他身体好啊，中气十足啊。如果哪天他声音很虚弱的跟我说一些事情，我哭都来不及，对不对？所以从那天开始之后啊，他跟我打电话，每次都哇啦哇啦说一大堆，我都会笑嘻嘻，我说好行。那我心里面暗暗就在想，哇，身体好，真不错，就这样继续。你看同样一件事情哦，换一个角度来看哦，就会得出不一样的观点，你的心情也会完全不一样。当然了，我还是一个蛮 negative 的人哦，不过我相信2025年我会更加的积极乐观一点，这样呢生活也会更加开心一点。好了，一口气分享了4个过去1年的一些改变啊，我总结一下吧。第一呢，就是给自己的生活做减法，不用什么都想要啊，把时间和精力花在自己喜欢、自己擅长的事情上面，钱是赚不完的。第二呢，要更加认真的对待投资，要注意复利的力量是很大的，我们要做时间和复利的好朋友，这样呢才可以帮我们养老。无论选择什么方法都可以，我不做任何的投资建议大家呢多去学习一下相关的知识，自己再实践，慢慢就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早一点认真对待它，收益会更加的好。第三呢，就是我改变了花钱的一些品类吧，从以前单纯的喜欢买奢侈品，慢慢花在了其他地方。可能有的朋友不是很白应我这种花钱的方式，没关系的，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没有绝对的对和错，自己开心，适合现在的自己就可以了。那第4个呢，就是换一个角度去看待问题，多看看杯子满的一面，这样呢会让自己变得更加开心乐观一点。所以整体来说吧，2024年尤其是下半年我觉得我是达到了人生中很少见的一个阶段，就是很平静，也很自由，也很快乐。我也很感恩在身边帮助我的一些小伙伴们、亲朋好友们，也感谢这1年来大家的鼓励和支持吧。我也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不过不重要，只要每次做事情都尽力而为，做一些我自己喜欢、真正也让我快乐的事情，我相信也会把我的这些快乐传递给大家的。发这支影片的时候应该还没有过中国年吧，那按照我们的习俗还没有真正的过年，那就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来年呢一切顺利。如果还没有关注这个频道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小镇杰西卡随时的更新了。另外呢，我也开通了 Facebook 的私密群在群里面我会分享我的同款，大家可以第一时间买，防止断货，同时还会有最新最好的折扣相关的一些穿搭分享。如果大家喜欢呢，我以后可能还会分享一些书单或者自己正在看的一些美剧或者其他生活方面的点点滴滴，那就等你来玩我也会把链接放到 YouTube 的信息栏里面。那我们就下次见新年快乐，拜拜。